已经到了临战界点，菲律宾有可能像1979年的越南下场吗？三亚海事局8月3日发布的那份航警眼下正在滚动执行。8月3日到8月7日，连续5天，每天凌晨5点到子夜24点，长达19小时的窗口内，南海指定海域禁止一切无关船只驶入。这条硬邦邦的封海通告恰好卡在南部战区8月1日建军节，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收官后的第48小时接续开锣，把这两条时间线拼在一起。临战界点4个字第一次不再是键盘论坛里的情绪化标签，而是解放军值班表上正在滚动的实时坐标。1979年河内那本旧账本，眼下正被历史的手翻开新一页。马尼拉会不会成为第2个越南？那本旧账里的关键条款藏在1978年11月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第6条里，一旦缔约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双方将立即磋商并采取有效措施这行字，让河内决策圈把匪赴陆江当成了随意施压的实验田。3个月不到，自卫反击战炮火响起，克里姆林宫除了在中苏边境增兵示威，往海防港送几批弹药，连一个正规连的兵力都没跨越边界。这段历史被写进了国际关系的入门教材，主线就一句话：大国的口头背书往往越响，真到兑现的那一刻，折扣打得越狠。马克思政府从2022年6月上台到现在3年多，把菲律宾对美安全捆绑的深度推到近30年少见的位置。2026年7月30日，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交付10高级教练机054B 新型护卫舰首次亮相黄岩岛一线之前，马尼拉先后完成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基地4扩9，把美陆军低风陆基中岛拉进吕宋，跟日本敲定访问部队地位协定，跟澳大利亚开3边海上巡航，拉北约进印太的一整套动作。这套操作跟当年河内押宝苏联的路径几乎完全同构，只是靠山从莫斯科搬到了华盛顿加上东京。具体到2026年7月20日仁爱礁那一幕，中方公布的高清多机位视频足够把谁挑衅谁的定性定死。菲方橡皮艇轮番滋扰处于飘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随后又用船桨和长棍主动袭击中方执法人员。这一动作跟过去20多年双方在仁爱礁形成的仅限人道主义补给，不得运送加固建材这条默契，直接切断菲方在挑起冲突之后剪辑视频对外炒作己方受伤的路数，被中方后续放出的完整视频原地拆穿，礁盘上冲突的余温还在。黄岩岛这边阵仗紧跟着拉大。7月23日，菲方2艘公务船硬闯，被海警水炮浇了个透心凉。7月24日，菲方一次性调集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外加1支渔船半群搞饱和式清闯，301艘船全程高速冲撞。中国海警不慌不忙，在高速航行中把水炮对准驾驶舱精准喷射，一股强力水柱直奔操控台。菲方这套多船快节奏造尾浪抢镜头的战术，暴露的不是勇气，而是焦虑，想在东盟外长会开幕前抢一波国际观感。真正让马克思团队后脊背发凉的是7月29日到8月3日这72小时。7月29日，菲方把自绘的黄岩岛官方海图递交联合国秘书处。7月31日夜间，中方发布强硬声明。8月1日建军节当天，南部战区中国海警4部委联合印发管理办法3件齐发。8月3日到7日封台试炼接档，中方从军警民3个维度就捍卫黄岩岛主权连发3件，这既是中方向外界标定利益边界的清晰动作，同时也是中方释放的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清晰信号。8月1日演训的装备清单本身就是一份能打什么规模的仗的说明书。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画面显示，此次重点演练对海突击和登陆夺岛作战能力。画面显示，空腹 6K 搭载鹰击副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00-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
该型导弹全程超音速巡航，末端突防速度可达4-5马赫，能够重创甚至瘫痪万吨级大型水面舰艇071型登陆舰、054A 及056A 导弹护卫舰、直负 20J、直负 8C 以及726型气垫艇一并出场。空中垂直突击加海上重装抢滩的立体两栖体系摆到了明面上。海警这边的动作同样刀刀见肉。中国海警此次公开的演练科目极具针对性，相当于对相关国家潜在威胁中国黄岩岛领海主权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一次全流程实战化处置。临检拿捕就是对试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的外方船只进行登临检查，并缉拿相关犯罪嫌疑人拦阻冲闯，就是采取强制手段，以水炮拦阻或是挤压顶推等方式，将试图冲闯中国黄岩岛海域的外方船只拦阻在管控海域之外，而强制脱离则是反制行动的升级。3个科目串起来，等于向马尼拉预告了下次船只再来会走完什么程序。法理这条线上，菲方那张递到联合国的海图更像是自我安慰，菲律宾的疆界不是从1946年独立起自己画出来的，而是由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华盛顿条约、1930年美英划界条约3份国际条约所死。这几份文件把菲律宾东经118度以西全部划在疆界之外，黄岩岛位于东经117度51分，压根不在其中。国际法有条基本铁律，先要有合法领土才谈得上划领海基线，凭空生造的基线做多少精美地图都是废纸。马尼拉那份海图递交时间点选的也颇具戏剧性。菲律宾一方面在东盟外长会上表达希望管控海洋分歧的意愿，转头又向联合国提交所谓海图，这种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做法，已经让它成了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内部震荡源。这种当面握手、背后捅刀的操作，在东盟内部已经引起明显反弹。马来西亚外长直接点名批评域外国家秀肌肉搅局，菲外长自己承认，在东盟同行那里就南海议题没有得到回应，试图借东盟平台造势的算盘算了个空。军事威慑之外，还有一根更长的伏笔。8月1日临时生效的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总面积3523.67公顷，核心保护区1242.55公顷，一般控制区2281.12公顷，主要保护黄岩岛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份办法在国际法上有个不容忽视的功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缔约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中方设立保护区，开展巡护执法，属于履行公约义务的行为。反过来给未来的填海造岛动作预留了法理台阶。菲防长特奥多罗7月29日那番放话，更像是马克思团队自我加压的写照。他称菲律宾官员必须坚定支持菲方在南海的立场，如果有人偏袒中方，那就要么辞职，要么选民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把国内不同声音直接用威胁堵死，逼着整个决策层朝一条道狂奔。这种做法在小国大博弈里从来不是自信的姿态，是骑虎难下之后的孤注一掷。1979年前的河内也是这么把党内温和派边缘化，一路奔向2月17日的。从今年年初开始，菲方挑衅的阶梯就在悄悄爬升。2026年1月20日，菲律宾一架公务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侵入黄岩岛领空，解放军南部战区随即出动海空兵力驱离。3月18日，同类事件再次发生，菲律宾2架 C-208 型飞机再度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从海面碰撞升级到空域试探，从公务船闯礁升级到公务机闯空，从国内立法升级到联合国地图，一步一台阶的压力测试，赌的就是中方哪次动作出手过重，给国际舆论留下口实。菲方赌局里最大的筹码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真到摊牌那天靠不靠得住？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虽具法律效力，美方亦多次公开表态，若菲律宾武装部队军用飞机
或公务船舶在南海遭受武装攻击，条约义务可能触发，海警船亦在覆盖范围内，但条约承诺绝不等于美方会就每一次水炮对峙航迹拦截或执法冲突直接介入军事行动。条约原文明确规定，双方需依各自宪法程序评估，并应对共同威胁翻成风俗化。白宫和国会要一票一票掂量，值不值得跟核大国正面碰撞。这个决策过程有多漫长？加沙那一摊局面已经给出足够多的旁证。美方对当前局势的真实态度，从近期五角大楼放出的风向足以看清。美国国防部官员公开表态，中美军事沟通趋于稳定，美方无意和中国爆发冲突。美国长久的策略就是怂恿菲律宾上前挑衅，自身只提供情报与外交支持，不会亲自下场和中国正面冲突。美方画出的这条底线，菲律宾心知肚明，却依旧不断试探，妄图制造突发事件，逼迫美国卷入争端。菲方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本质上是在替华盛顿演绎出代理人的戏，戏演砸了，代理人自负责任。马克思政府眼下这个战略死结其实很扎眼，菲律宾如今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持续向前挑衅，就要直面中方越来越密集的海空管控。每一次姿势付出的代价持续上涨，主动后退，前期高调造势很难收场，国内政治压力难以化解，非国内通胀高企，军警腐败案频发，民调支持率一路下滑。马克思团队指望南海议题充当政治救生圈，可眼下这个救生圈自己漏气的速度比船沉的还快。回到2026年8月这一刻，临战界点这条线到底谁在画？中方每一步都拿着法律条文，走着程序流程，公布基线、外交声明，召见大使、军警联演，4部违例规，海事局航警披露清楚，节奏在自己手里。菲方那边则是一步一台阶把摩擦往上顶，法律战、舆论战、外交战、空域试探、海面碰瓷全方位上，赌的就是中方某次操作失手，真要跨过那条界点，触发按钮不在北京。南海不是孤立战场，这一点跟1979年的东南亚棋局有本质区别。台湾地区岛内某些智库前段时间抛出的话题，虽然被台湾地区当局对外否认，可这类风向跟马尼拉的动作摆在一起，足够说明同一只手同时在几个棋盘上落子。南海所有岛礁主权属于全体中华儿女，两岸在领土议题上拥有天然共同利益，任何指望搅动时空格局来谋利的算盘，都会在真正的军事对撞面前一夜清零。历史的类比从来不是简单套用，菲律宾比越南多了一层跨海地理隔离，中方要真正走闹，1979年那种教科书式陆上反击的模式，路径完全不同，更可能的形态是海空风控加填海盗岛加执法拿捕的复合式反拒。从军事观察员的角度来看，填岛问题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中国能不能做，而是中国选择什么时候做。黄岩岛一旦被建成前沿基地，跟永属、主璧、美济连成的铁三角格局，会把菲律宾整个西海岸锁死。临战界点这4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一条已经被跨过的门槛，而是一根马尼拉自己每周都在往前推的红线。菲律宾会不会成为2026年版的1979年越南？只要外部炮山万能保险单这套逻辑不从马克思政府脑子里清除，只要那张废海图之后还有下一张，那次空域清闯之后还有下一次，那么河内那记铁拳的历史回声，就有可能在某个南海的清晨真真切切想到马尼拉的窗户根下，倒计时的按钮不在别人手里，握在马尼拉自己手里。